欢迎回来我们的海岛树和城。首先呢，我们要订阅本期所使用的模组与资产。并在内容管理中开启新订阅的模组，然后重新载入第2期实况结束后的树和城存档。由于上期我们使用了区域限制服务模组，设置了工业区的点对点供应链关系，我们应当让城市再运转一会儿，以观察农业和渔业的供需关系是否平衡。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的果园出现了买家不足的情况，鱼肉加工厂则面临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前者是因为供大于需，谷仓爆仓所致。我们只需要在农业区新增一个小型谷仓，然后使用区域限制服务模组，指定单独由它来采购果园所产的粮食，并负责出口盈利，即可解决买家不足的情况。后者呢，是因为需大于供，鲜鱼太少所致的。那我们只能等到解锁更多的渔业开采设施之后呢，增加活鱼的捕捞或者养殖量，才能平衡供需问题。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使用区域限制服务模组所设置的工业供应链关系呢，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呢，供需关系也会随之改变。当你禁用游戏 AI 平衡进出口与供需关系之后呢，那这个工作呢，就得由你亲自来做了。就像我们之前的操作一样，先观察，后分析，再调整。正如视频中画面所示，树和城目前运转良好，财政健康，交通也顺畅，已经基本完成了地图开局区域的规划与建造，除了一个地方，没错，那就是我们本期的规划主题——城市公园。公园一词最早记载于《魏书·任城王传》，又名处置赏罚之法，表简公园之地以给无业平口。从宋朝起呢，我国民间就有私有园林对公众开放的习俗，并沿袭至明清。1905年，有一些名流士绅倡议并集资，在无锡城中心原有的几个私有小花园的基础上，建立了无锡城中公园，后有公花园的美称，被我国园林界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园。根据我国公园设计规范的规定呢，公园是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有较完善的设施，兼具生态美化等作用的绿地。纵然因为游戏机制局限与建筑比例失调等因素呢，我们无法在都市天际线这款游戏当中呢修建一座处处都符合这一规范要求的都市公园，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遵循这一规范背后的城市公园设计精神，即以人为本和因地制宜。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的做到公园布局的合理性与融入自然的协调性。那话不多说，我们先画出公园区域，设立公园的正门与侧门，并规划这一区域内的行人路径。紧接着，我们在公园入口处的方形区域，沿着行人路径两侧依次放置服务台、广场和咖啡厅。最后剩余的空白区域放置一个刚刚好大小的骑士雕像广场。注意喽，这里所使用的资产呢，并不是公园 DLC 新增的公园区域资产，而是需要通过道路连接的普通公园。想要将此类公园放在人行道边，增加公园区域的整体娱乐值呢，我们还必须使用 Parkify 这一模组。在 Parkify 模组的支持下呢，我们还可以直接在公园区域内放置小型篮球场与乒乓球台等普通公园，将这个小区域打造为公园的运动健身区。看着满城的笑脸呢，就知道树和城的市民们有多喜欢这个新公园了。那到这里呢，公园的1期工程就基本完成了。很快呢，就已经有大批市民来逛公园了。我们也顺势把票价调整到了20克了，不求多赚，但求不亏本。现在我们就简单的来聊聊城市公园规划以人为本的原则。
具体以公园1期工程来讲，那就是以市民的需求和体验作为其布局和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公园正门朝向住宅区一侧，可以让大部分市民都能够步行来到公园。进门后呢，停车场区域则是为了方便开车来的市民。服务台、骑士雕像、喷泉广场、咖啡厅都是面向公园正门人行道的主路之上，那最大限度的减少市民的步行距离。那这4个东西组合在一起呢，也构成了我们公园的前门广场，也满足市民们来到公园散步休息的基本需求。你甚至可以在这里打太极、跳广场舞。那从朝向城市快速道路或者朝向海岸的侧门进入公园呢，就直接可以来到我们的运动健身区。你可以在这里打篮球和乒乓球，无论是逛公园逛累了，还是做运动做饿了，在人行桥附近的咖啡厅和小摊区域呢，你总是可以吃好喝好或者休息好。来了3级呢，也不要怕，男女厕所就在附近，2步路就到啦。在等待公园升级的过程中，我们来说说都市天际线里的另一种区域——区划。可自定义城市区划是天际线对模拟城建游戏机制为数不多的创新与深化。划定区划这一功能来源于现实世界中城市行政区划概念。城原意为城墙以内的地方，市原意为集中进行交易的场所。当城遇上市，便形成了人类生活的聚落——城市。唐代以前呢，城的主要功能以防御和居住为主，且居住的坊大多实行宵禁与集中管理，而市往往集中于城内的特定位置，且有严格的开始与闭市时间。唐都、长安与洛阳便是这一时期城市规划与建造的典范。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都开封出现了工商至外、络绎无穷的局面，坊与市的界限开始模糊，道路系统呈井字形方格网，住宅、店铺、作坊均临街混杂而建，街巷繁华热闹，其盛景可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一览无余。时至近现代，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无论是近代兴起的诸多沿海城市，还是历史上传统的地区中心城市，其面积均相较于古时有数倍至数十倍的扩大，人口更以百万、千万计，如重庆有3100万人，甚至超过了整个委内瑞拉全国的人口。如此之大的城市面积，如此之重的城市人口，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就成了城市治理的重中之重。城市行政区划由此而生。无论是属于省级的直辖市，还是属于地级的省会与中心城市地级市，亦或是属于第3级县级撤县设市的县级市，它们大多下设市辖区和市辖县，区和县则下设街道办和乡或者镇，街道办和乡或者镇呢，则设下居委会与村委会。简单的概括一下呢，大体来说，我们目前的城市行政区划有4级，即市1级，区或者县2级，街道乡镇3级，社区或者是村4级。都市天际线的大地图根据 EU 等于8米的官方数据，整张大地图的面积是324平方公里。那这个面积是多大呢？大约也就是相当于北京朝阳区的71%，而朝阳区的面积也仅为整个北京市的面积的27%。这也就是说呢，即使你在天际线当中布满了整张81格，按照我国现行的城市行政区划标准，最多算是一个比较小的县级市，或者是较大的市辖区或者市辖县。当我们在都市天际线中使用划定区划的功能，以城市快速路为界，画出2个上下区划时呢，严格来说，使用某某区这一概念是不合理的，即便使用欧美大城市的标准来说，也是不合理的。所以经过审慎的思考与推敲，以我国现行地方行政区划制度为基础，根据都市天际线游戏的地图大小与建筑道路比例等因素，我们决定将束河城的行政区划分为3级，市及束河城为1级，区县为2级，街道乡镇为3级。实际上因为天际线的区划系统只支持1级，所以实际上真正的区划名字是第3级的名字，即市区下设的街道名与郊县下设的乡或者镇名。束河城是我们的海岛，属于束河天际，也属于每一位粉丝和观众。欢迎大家在本期视频的弹幕区、评论区或者是束河天际的粉丝群内为这2个小镇起名，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意见来为他们正式命名。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按照地理位置暂定山下与临海这2个代号吧。前面说到，城市行政区划是为了有效管理城市，如何管理呢？当然是靠数据和政策。我们打开了临海这个区域，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这一区域的平均地价、人口信息与建筑等级。再来看看山下区域，不难发现呢，这一区呢人口较少，地价也比临海区要低很多，但是老年人比较少。点击区域窗口左下的政策，我们就可以像现实城市管理者一样，对不同区域实行各种不同的政策，分而治之。比如临海区域有公园和渔业，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区域开启偏爱公园和捕鱼许可证的政策，以增加公园游客和渔业的收入。又比如因为山下区有农业区，有许多工人在这里上班，货车比较多，我们就可以开启城市规划里的禁止人行道骑车与工会政策，减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就是少一些穿模啦，和提高这一区域内的居民幸福感。画了区划，设了政策，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城市运转的各项数据：电力、水系统、垃圾处理、居民满意度、交通流量、
犯罪率、失业率数据都十分良好，唯独有一项不是很好看，那就是教育，或者说我们根本没有发展教育。就像现实一样，10年育树，100年培人。为了日后数合成更好更快的发展，是时候开始发展基础教育了。那镇上呢有302个孩子想要上学，那么一个基础的小学可以容纳300人，剩下的2个可以自学成才，其他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都得去学堂。正好我们再来简单解释一下学历与失业率的关系。如视频所见呢，目前数合成的失业率是1%，也就是所谓的充分就业，每个人都有工作，而且工商业还剩下很多岗位，因为住宅需求非常高。请注意，每一个工商业建筑呢，你都可以点开查看他们招工的学历要求，除非你开启相关政策，使用相关模组或者摆放某些伟大建筑，否则一个失业的大学生是不会去干一份文盲也能干的工作的。那低密度的商业呢，大多只需要未受教育或者受普通教育的成年人，而工业 DRC 里的自摆建筑招工呢，对学历要求也不高。得益于数合成使用了生命周期再平衡模组，每一位从外地搬来的新住民的学历与年龄都是随机的，经过游戏的动态平衡调整呢，从而使之与当前工商业所需的职员教育水平吻合，所以人人都能安居乐业。小学落成后呢，我们继续来完善数合成的基础设施与服务，为城市建立第一座邮政局。都市天际线里的邮政局除了可以增加居民幸福度和地价以外呢，它还可以给商业区补货。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更像是一个物流中心。如果你在创意工坊订阅了一些邮局载具的资产呢，你甚至可以让你城市里跑满顺丰快递的送货卡车。我们还可以在前方路口的留白区域放上一个小号的公共图书馆，它既可以提高地价，促进周围商业建筑的升级，又可以让市民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回到曾经修建的第一个风力发电机的地方，缅怀之余，顺便删除多余的高压电塔，以免树木与电塔过近发生火灾，并在原位置处摆放1级独特建筑陨石公园，以提升周围地价。也许在很久以前，这片海岛真的落下过陨石哦。那最后呢，我们使用区域限制服务模组，设定2个警察局分别服务山下与临海区域，消防局和邮政局则为全局服务。切回正题，我们继续拓展公园区域范围至旧灯塔在内的整个小海角，并在公园正门的空白区域放置更多的停车场。2级公园解锁了棋盘和2个码头，我们可以开始2期工程了哟。想必不少朋友已经看清我们这是在做什么了。这张地图上，作者留下了大量的自然风光与景致。之所以选择这个区域来做公园，很大一个考量呢，其实就是这座废弃的旧灯塔。这就不得不谈到城市公园规划中因地制宜的原则了。无论是在这张游戏的地图里，还是在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最美的风景之中，许多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在公园设计规范的总则当中呢，也明确指出，公园设计规范是为了全面发挥公园的油气功能、生态功能、景观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科普教育功能等。这其中呢，生态功能与景观功能列为第2、第3，足以记得公园规划时融入自然的协调性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在第2期工程当中呢，我们要尽可能避免改动地形，保留小路与地图的原貌，同时也要拿掉 STOP 的进行路牌，让灯塔与海岸都变成我们公园的一部分。灯塔虽然不能上，但是可以通过放置1:1的普通公园资产在灯塔附近，再使用 Move It 模组将其藏在灯塔下的石头里面，营造一种市民可以走入灯塔的感觉。还可以在灯塔附近再拉一条人行道，然后呢，在其尽头放置一个用于观景的小码头。运行一段时间后呢，码头向我们报告没电可用。的确，这里离城市电网的区域实在是太远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好办，因为这附近就有可以导电的养鱼场，我们只需要在临近养鱼场的海边再修一个钓鱼用的大码头，就可以把电引到灯塔，然后灯塔就可以把电引到没电用的小码头上。你可以理解为这一系列的操作是把电线都埋在了地下。事实上呢，城市公园的电线处理也大多是通过各种方式隐藏起来了，为的呢就是不破坏原有的景观与环境。现在我们就可以静静等待第一批来灯塔、码头与海角游玩的市民了。
老规矩，我们对公园本期其余的建造做了一些简单的美化，完整的美化过程大家可以看看本期后面的一点点时间视频。至此呢，整个公园的设计与修建就基本完成了。灯塔、海角、草坪、广场、喷泉、雕像、篮球、运动、咖啡、美化、休闲停车，这样的公园我们就叫它海滨公园吧。那么现在就一起来逛逛束河城里的第一个公园——海滨公园。束河城系列从第0期到第3期用了4期的时间，完成了整个开局区域的建造与规划。那么从下一期开始，这一区域将不再改旧，只会添新，完成了就是完成了，建不是为了拆。束河天际也愿以此4期开局内容抛砖引玉，寻找与探索更多游玩都市天际线的可能性，在游戏性、经营性与合理性3者之间寻找最大限度的平衡，并以束河城为背景和参考，为大家讲述更多与城市规划有关的社科人文知识，因为你们值得拥有更好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长时间的等待与喜爱，我们真诚的希望每一位模拟城建的玩家都能用都市天际线这款游戏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就像瑞典派拉多克斯公司的品牌语说的那样 ，We create the games.You create the stories。 我们创造游戏，你们创造故事。束河城的故事还将继续，希望大家多多3连转发和评论，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哦。